雪夜，你身上有一门娃娃琴，是江都裴氏邢二的公子明。祖父，祖父！哎，你听说没有？裴二那乡下未婚妻要上京找他了。裴二何等身份，怎会娶个乡下女人？定是两家祖辈的糊涂账。且不说裴二身边早有了江清欢那种才女，就说那乡下女子，定是生得相貌丑陋、五大三粗、性情粗鄙。裴二心高气傲，断然是瞧不上的。那丑女定要失望而归喽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在下陈方舟，方才可是哪里冒犯到了姑娘？敢问姑娘芳名，在下何朗，在此致歉。嫌弃我在乡下长大，还有了意中人。等我到了上京，要是让我发现是真的，我就不嫁了。走吧。你不是裴家的人吗？江都裴氏。你莫非就是文姑娘？是我。这边请。文姑娘，今日是二爷亲自来接您，他有话想对您说。二爷，裴二亲自来了，不是说他嫌弃我吗？裴二何等身份，怎会娶个乡下女人？裴二公子有什么话，就直接说吧。不急，文姑娘舟车劳顿，还是先回府上好生休息一番。江都裴氏果然财大气粗，既然要被退婚，总得先把本钱吃回来。你家公子常常3天2头不归吗？回姑娘，二爷名为裴度，年纪轻轻便被圣上钦点为大理寺少卿，事务自然繁忙些。大理寺少卿，确实配我是屈才了点。那你可认得江清河？他和裴度到底什么关系？江姑娘和咱们二爷倒没什么关系，只是二少对她确实有些不一般。二少？正是，二少是咱们二爷的亲侄子。裴二那乡下未婚妻，裴二身边有了江清寒。弄了半天，那2个长舌男骂的是裴度的侄子，只是没想到裴度的侄子也有个和我差不多的未婚妻，将来应当能处好关系。裴度府中无人，洁身自好。看来祖父给我挑的这个未婚夫还蛮不错的嘛。二爷，文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她可是二少的未婚夫，怎么把东西送到您这儿来了？这姑娘怕是费了心打听，竟知道二爷您私下侍田。二爷，这文姑娘该不会是眼见二少逃婚，怕婚事不成，准备改弦易主攀附您吧？你何时学会的恶意揣着旁人？
属下该死，定是文姑娘感念二爷收留之情，这才聊表谢意。这都是他亲手做的。是，厨房的人亲眼看着呢。从库房里挑几匹上好的绸缎，给他做几件新衣裳。主子，要做几季的？若是二少铁了心不回来，二少的情况并无大碍，不消多日便可痊愈。真是多亏了文太医呀！听说文太医家中有一小女，我昨日一算，她与我二少命里乃是天作之合。为报答文太医，不若为其二人定下婚事，将来文家小女去了上京，就交由我裴家照料。务必，这丫头怕是不太文雅。我才不娶这乡下来的野丫头！二叔，求您帮我打发了那个野丫头，拜托了！二爷怕不是被美色迷了心窍？以往雷厉风行的坐态，不是应该给了补偿就将人打发走吗？各季的都坐上，再让人去给他采买些首饰。是。文姑娘的面貌确实是世间罕有，二少若是迟走一天，恐怕都不会拒绝婚约了。天也凉了，安排下他屋子里的炭火，份例与我一样。送点吃的就会这么多礼，裴度，你这性格也太内敛了，想见我就直说嘛。既然你不主动，那就换我来。我找裴公子有事，劳烦通传。祖宗，您还没攀附够啊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文姑娘这段时日在府上住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你太忙了，总见不到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入冬了，我来是想给裴公子把把脉，看需不需要药膳调养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没事的，这里又没有别人。脉搏渐渐，倒是没大碍，就是火气旺了些。回头我做些下火的药膳给你。文姑娘，四下无人的时候，你可以换我血液。血液，你真想好了？这还用想？这么容易害羞，以后成婚了可怎么办呀？血液。不过说到成婚，那我们何时成婚？你想好了吗？是否快了些？还有许多事未解决。是不是不想娶我？并非不想，只是婚事仓促，怕委屈了你。姑娘，可是二爷那边给您委屈受了？没什么，大约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姑娘，您可别这么想，二爷待您那是真心实意的。咱们府上谁不知道，二爷从不碰旁人做的东西，更别说吃得这么欢呼了。还有这些新衣裳，那可是云锦，一年才出几匹的宝贝，宫里娘娘都未必有。二爷吩咐了，连您明年春天的份儿都定下了。
还有这炭火，是二爷特意交代的银丝炭，除了二爷，这府里谁都用不上。是吗？走，去小厨房看看今日给他做什么吃食。这段时日总是劳烦文姑娘。不劳烦，左右我也无事，能帮你调理身子，再好不过。对了，上次把脉发现你火气有些旺，听闻大理寺少卿的差事不轻松，操劳过度最是伤身。还好，那我给你开个方子调理，你若是信得过我，自然是信得过的。你祖父是太医院圣手，他的孙女自然也是好的。你还没见识过我的医术呢，怎么就知是好的？能做一手好药膳的人，医术不会差。那便说定了。不必怕，有我。真相，当年在宫里见文老太医看诊，那风骨，你这孩子倒是成了7分。文老救过紫娟的命，是我裴家的恩人，以后在这里就当是自己家。确实是个绝色佳人，难怪。你兄长方才那声叹息，是对我不满吗？别管他，他原先给我物色了一门高门亲事，我没听他的，他这才如此。总感觉怪怪的，你到底瞒了我什么呢？翠儿，大爷那天看我的眼神分明不对，他到底在叹什么气？哎呀，姑娘，您真是想多了。大爷他那人平日里就爱参禅悟道，神神叨叨的，见谁都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。我听说大爷年轻时曾在江淮住过很久，是有此事。可是为了去求医治病？不是，是去寻道访友。雪意，不要多想，好吗？好。老身阅人无数，从未见过生得如此俊俏的新娘子。二爷这回当真是捡到宝了。姑娘，不，往后该改口叫夫人了。累了。喝了这杯，便早些歇息。不必怕。
雪姨，张嘴。不是说裴家二爷洁身自好，性情冷淡吗？怎么这么能折腾？成婚后的日子，竟比我想象中要好。白日里看着端方，到了晚上，简直不是人。你底子是不错，就是火气重了些。我给你开个清火的方子，连喝半月。大夫怎么说，我便怎么做。那明日开始喝药，不许推脱。好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不去书房处理公文？书房太冷，不如这边暖和。腊月天哪里不冷？想赖在这就直说。天凉了，明日陪你去挑些厚衣裳。箱子里还有好几套没穿呢。那是秋天的，冬天的不一样。姑娘熬的粥，闻着都比别处香。少贫嘴，快拿食盒来。趁热喝，腊八粥保佑你来年平安。你会不会觉得日子过得太清静了？清静不好吗？怕你觉得无趣。我来京城不就是想好好过日子吗？好喝。裴度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个孩子？怎么反应这么大？想，当然想。今日家宴，我被大理寺急召，不能陪你。若是有人给你难堪，不必忍，万事有我。放心去吧。模样确实俊，可惜是个没根基的孤女。听说本来是昭儿的婚约，怎么最后落到二爷手里了？谁知道呢？怕是二爷见色起意，替侄子挡了这桩乡下婚事。昭儿在江南可还好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回大夫人，二少爷传信，过了年就带江家姑娘一起回京，说是好事将近了。那便好。京里这边的荒唐事，昭儿还不知道吧？应当不知。不知最好。他二叔倒是心疼侄子，亲自下场替他挡了这桩乡下婚事。也不知我那二弟心里究竟是怎么想。并非不想去，是怕委屈了你。不必怕，有我。替他挡了这一桩。江都裴氏邢二的公子，裴二那乡下未婚妻，他二叔替他挡了这一桩。如果他只是替侄子挡灾，那我算什么？二弟妹这是怎么了？瞧这脸色，莫不是累着了？劳大嫂费心，约摸是园子里风大，吹得有些头疼。可是有人为难你？没有，就是有些累了。怎么了？额头这么凉，是不舒服？裴度，你有事情瞒着我吗？
怎么忽然这么问？只是想问。有，但不是现在告诉你。雪姨，你看着我。有些事我现在不能说，但我有一件事，你可以信我。什么？我娶你，只是因为我想娶你。裴章过了正月15便到家了。那大嫂该高兴了，叔侄对峙，真相大白。裴度，你担心的修罗场终于要来了。天色不早，我去休息了。雪姨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只需要记得一件事：你是我的妻子。我知道。这便是裴少七的心腹，果真生了一张勾魂摄魄的脸。美则美也，可终究根基薄了些。听说裴家二少爷年后便回京了，那孩子我见过，样貌是极好的，和江家姑娘最是般配，怕是好事尽了吧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我没事。我知道。你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面对他。不怕，因为我问心无愧。姑娘，二少爷裴昭回京了，那阵仗可大了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身后还跟着江家那位表姑娘，大奶奶眼珠子都要笑没了。知道了。裴府那边送了信请接风宴，二爷给您推了。推了也好，这顿饭怕是吃了会反胃。二奶奶，二少爷亲自闯进来了。二少远道而来，请坐。二婶，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二叔。今日回得迟了。裴昭来过了。前日来过，他说多谢我照顾他二叔。他倒是急了。这几日若他再来，你不必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安好心。雪姨，你是我的。我知道。
这个裴度什么时候起的？二爷吩咐了，从今日起，府中田庄收项、铺子盈利，连同二爷名下所有产业，皆由夫人一人主理。这是裴度所有的家底？是，二爷说了，全凭夫人处置。老夫人说了，这是她当年的压箱底陪嫁，早该给您的，怕惊了您，如今才补上。我的天，老夫人这心骗的也太明显了。怎么说？奴婢听闻，大奶奶当年进门时，老夫人也给了一对玉镯，可那成色比这对差远了。大奶奶为了这事儿，背后念叨了好些年呢。二爷，那乡下未婚妻生得相貌丑陋，五大三粗。温姑娘，船上一别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重逢。是在下陈方舟，当日冒犯，还望姑娘见谅。两位与内子相识，原来是裴夫人，何某失礼了。见过夫人，告辞。你在船上认识他们？不算认识，只是同船，听他们在背后嚼舌根。说你什么？他们说裴家的未婚妻相貌丑陋，五大三粗，性情粗鄙。他们瞎了眼。堂堂大理寺少卿，竟然为了这种事生气。裴度，他们确实瞎了眼。可我当初在码头第一眼看见你时，我就觉得这人可真好看。只是好看，还有别的，但我不告诉你。二婶出门，竟连个贴身的丫鬟都没有。翠儿去对面买糕点了，二少怎么也在此处？路过。二叔带你，倒是舍得。二少若无要事，恕不奉陪。有件事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觉得该让你知道。什么？当初他冒充我，你就不好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好奇他到底瞒了你多少？我父亲的脾气我最清楚，若只是寻常拖延，他绝不会急着赶在年前成亲。他分明是怕我回来，怕我回来之后……够了！二少若无要事，恕不奉陪。温雪衣，你当真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我当然想知道真相，但绝不是从你嘴里。瞧瞧，这江姑娘才貌双全，和二少爷裴昭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那是自然，总比某些乡下来的名不正言不顺的好。早闻二婶芳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天人之姿。清寒敬二婶一杯，往后都是一家人，二婶可要多多照拂。江姑娘客气，二婶在京城可还习惯？我虽不是京城人，但外祖家在此，比二婶多待了几年。
若有不惯的，尽管来问我。多谢，夫君待我极好，没有什么不惯的。累了？还好。方才江清河找你说什么了？不过是些场面话。他不是善类。二叔，你怎能如此下作，冒充我娶了我的未婚妻？你的未婚妻？你何时认过这门亲？当年谁嫌他是乡下人丢脸？谁听说他要上京，便连夜逃往江南。你临走前求我替你打发了他，可还记得？我让你打发，没让你把人。你来的正好，你嫁的这个男人是个骗子，他冒充我骗了你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他骗没骗我，那是我的事。怎么，看我不是你以为的相貌丑陋、五大三粗，后悔了？你莫说他冒充你，就算当初我上京看到的人是你，我也绝不会履婚。雪姨，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是我不择手段，是我机关算尽，你可以骂我，但求你不要和我分开。二爷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还是栽在我手里了。雪姨，既如此，那我们便分房睡几日吧，让我消消气。毕竟近日有些腰疼。裴度，你是不是睡不着？是。上来吧。只是睡觉。说好只是睡觉呢。你是故意的。你故意让自己受伤，好让我心疼，让我舍不得和你生气。是。裴二爷，你在大理寺审案也是如此吗？审案不必。那为何对我用这些手段？因为审案是为了公允，而对你是为了留住你。我知道了，我去换热水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对。不知大嫂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二弟这宅子收拾的倒是清爽，难怪他总不爱回大宅。
前几日昭儿莽撞过来闹了一场，想必是惊扰了弟妹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特地来替她赔个不是。大嫂言重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谈不上什么冒犯。有些话，昭儿那孩子说不清楚，我却不能不说。大嫂请讲。弟妹，你和杜根这门亲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已经透亮了。我今日来只问你一句，往后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明白大嫂的意思。你是打算安安心心做你的裴二夫人，把这一夜接过去，还是心里存了别的想法，想翻旧账？大嫂放心，我既嫁进了裴家，生是二房人，死是二房女，从前的事我没放在心上，往后也绝不会去犯。弟妹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放，什么时候该留，如此我也就放心了。好喝吗？若让外头那些人看到少卿这副模样，怕是要惊掉下巴。雪姨，当初大嫂提议过，让你和裴昭的婚约直接作废，裴家给你一笔巨款，送你回江淮。然后呢？若你回了江淮，你会嫁一个乡绅，安稳度日，而我继续做我的少卿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官家女，像大多数人那样浑浑噩噩过完一生。雪姨，我差一点。二爷天没亮就去大理寺了，临走时还叮嘱不让吵醒您。田庄修水渠、定种子的事，请夫人拿主意。这是二爷年前特意交代的，说是用的极品云锦，夫人试试。桂香斋的桃花糕，路过，说是新出的。好喝吗？不，好吃吗？裴度，分房睡到今日为止了。天冷，地铺别打了，免得外人说我不体恤夫君。你不生我的气了？气，所以以后不许再故意受伤。听见了。5岁那年，那场大烧之后，我到底忘了谁？在想什么？想小时候。裴度，你小时候去过江淮吗？去过一次。16年前。你见过我吗？见过。16年前，
父亲带我去江淮见一位神医，所以你住进了我祖父的医馆。你那会儿很小，有一天，你突然跑过来，往我手里塞了一颗糖。后来父亲突发奇想，要给你我合八字，他算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拍案大笑。他说这个八字和昭儿不合，但和我杜儿是天作之合。所以定下婚约的人是你和我，从一开始就是你和我。那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裴昭？当时两家都想着哥哥没定亲，也先撮合了裴昭。裴昭那孩子什么也不懂，欢天喜地认下了。所以我来到上京时，你才把我带回了你府上，所以大嫂才那样子看待我，因为我原本应该是她的儿媳。裴度，你说的这些我需要慢慢消化。雪夜，但你要跟我保证，以后不许再瞒我了，不管多难开口，你都要告诉我。我大度的很，但最恨别人骗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绝不再瞒。二爷，这儿油烟大，您在这儿杵着做甚？看你，不是面柔的，是我的宝贝。堂堂大理寺庶亲，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？遇见你之后，姑娘，您是不知道，外面都在传，说二爷成亲后变了个人。审案子时，犯人哭得大声点，他居然都不冷脸了。他说那是夜里睡得好了。二婶，真巧，过段时日我与昭哥哥便要定亲了，到时二婶可得赏光来喝喜酒。一定，江姑娘与二少郎才女貌，正好登对。只是我实在好奇，二婶这样的人怎会愿意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了整整8岁的男人？虽说二爷权倾朝野，可毕竟……江姑娘真不知道。什么？我倒是觉得正好，年纪大些更知道疼人，不像某些年轻的嘴上热络，心里却什么都盘算不清楚。姑娘，您看他那脸色，精彩极了，少幸灾乐祸。二叔，内子体弱，受不了风，先行一步。大嫂定好了，裴昭的婚期在5月。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自然高兴。喝了这杯喜酒，我往后便不用再吃谁的醋了。雪姨，老天爷终究待我不薄。是因为娶了我？是因为你愿意留下来。
这卷宗二爷看得当真入神。案情复杂，不可掉以轻心。那书生替兄长带娶了邻家女儿，本是桩美事，谁料新妇进门3年，竟发现自己嫁错了人。众茶客猜他是告官还是和离。那新妇只收拾包袱，道：“我嫁的是这份情谊，不是这个名头。既是你有情，我便不走；既是你无意，我便不留。”这书说的不错，就是戏文气重了。不过那句话说的极好，嫁的是情谊，不是名头。我从一开始认准的就是这个人，中间换了什么名头，又有什么要紧？说好了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那江姑娘突然请您品茶，还说请您看诊，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她若真有病，太医早就登门了。她这不是想看病，是要看我。去回话，明日午后我准时到。久闻二婶医术惊人，清寒今日才敢叨扰。二婶，我听说您又是在江淮，与裴家有一段深厚的渊源。江姑娘有话，不妨直说。我要嫁的人是裴昭，人人都说我们般配，可自从他见过二婶之后，便总是心神不宁。二婶与昭哥哥的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没有过去，我嫁入裴家时，只知道我的夫君是裴度，至始至终，我也只认这一个人。多谢二婶以诚相待，今日之事，还望二婶不要告诉旁人，自然。夫人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把咱们叫来，居然是来审问姑娘的。他是怕自己嫁的人心里有别人。姑娘，这请帖日子定在5月初8，满打满算也就10来天了。江清寒说他心神不宁，裴昭，你到底想发疯到什么时候？陪我去书房。去做什么？你看你的医书，我看我的卷宗。天还没黑，不许一个人在这胡思乱想。再看，医书上的字该飞走了。谁看你了？裴度，你既然16年前就知道真相，为何那天裴昭来闹时，你一个字都不解释？父亲不在了。兄长改动了所有记录，若我说了，那也只是我的一面之词，无名无分。我最怕的不是他闹，而是裴昭叫你去和兄长对视的那一刻。我没有证据，如果你当时选择相信我大哥，收拾东西走掉，我甚至没有理由拦你。他冒充我，他是个骗子！我不能把你关起来，我只能赌你会不会像我选你那样坚定的选我。二爷这赌性可真大，那天的话，以后我每年都对你说一次，好不好？雪姨，幸亏你留下了。
把手伸出来。脉象迟滞，又是连日当值类的。方子我改了，每日早晚各1碗，不许偷懒。你熬的药太苦，怕苦便别生病。你们裴家男人的身子，我祖父治过一个，我又治一个，也算是一脉相承了。我在想我祖父，他当初救了裴昭，又定下这门亲。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世，看到我嫁的是你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他若在世，大约会摸着胡子说：“这孙女婿真是不错。”夫人又给裴大人调理身子呢。他底子虚，得多养养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大理寺有桩积案，卷宗记录当年证人就是在这湖边看到疑犯的。我来看过数次，始终想不通，证人的视线如何能穿过那片密林。裴大人，休日带夫人出来看美景，结果是来查案的。算了，木头也有木头的好。二爷画什么呢？这般认真。没什么，随手涂鸦。画的还行。你不说点什么？把我画的比本人好看，这叫欺君。改日给我画幅正面的，听见没？好。裴夫人，您这是医者不自医啊，快给自己瞧瞧。是喜脉。翠儿，去大理寺请二爷，请他立刻回来，就说府里有急事。大人，府里出事了！雪姨，哪里不舒服？快说！裴度，你要当父亲了。雪姨，雪姨，谢谢你。裴度，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老夫人说了，燕窝阿胶尽管用，不够尽管开口。裴老爷也说了，无论男女，这未出世的小主子名下先拨一份京郊的千亩娘田。弟妹大喜，这一胎若是个大胖小子，二房也算后继有人，昭儿肩上的担子也能轻快些了。昭儿的担子自有江姑娘操心，大嫂言重。他是怕了。怕什么？裴昭成婚才半年，与江清寒虽然也有了身孕，但两人形同陌路，裴府长房的名声早就烂了。他这是怕我们二房得了势，先来拿话压你呢。雪姨，你只需记着，
你是我的妻，其他的自有我。你说是女儿还是儿子？你想要什么？都好，不过若是个女儿，最好生得像你。像我有什么好？什么都好，眼睛好，鼻子好，连气人的模样也好。我第一次在码头见你时，满脑子想的都是，这姑娘怎么生得这样好看？裴青，你这大理寺审案的嘴，原来是用来骗姑娘的。二爷，您别在这儿晃了，去歇歇吧。夫人才生了4个时辰，您也站了4个时辰了。大喜，恭喜裴大人，是个千金。裴度，你哭了。雪姨，谢谢你，我们有女儿了。她叫什么？念，裴念，跟你一样，脾气大。恭喜文小姐。二爷这女儿生的当真是一副富贵相。如果当初我没走，今日裴昭看女儿的眼神，你注意到了吗？注意到了。你说他在想什么？想什么都没有。你是我的夫人，她是我的女儿，谁也抢不走。裴昭倒是舍得。他今日没来，他不该来，也没脸来。江姑娘终于疯了，她给二少爷下了慢性的毒，等发现时，毒已入脏腑。此症凶险，若复发，则救无可救。没想到临了，还是你来治我。文家的人，我这辈子是欠定了。这是我祖父的方子，但他也写了，若复发，则救无可救。我只能尽力。我休了江清河，我不怪他，是我把他逼疯的。二婶，我有一件事求你。你说，等我死了，替我在你爷爷牌位前上炷香，告诉他，当年他治好的那个孩子，终究辜负了他。你不会死的。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心太软。二叔，他走了。姐姐在举高鞋，我要看见大兔
怎么了，夫人？看你那傻样！爹爹羞羞。